那最近一直有人提到一个，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或中国经济走下坡，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会不会打台湾？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本周的老谢开讲。9月呢已经接近了尾声了，那么在9月的下旬，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呢进入了中国州，它表决了非常多的跟中国相关的法案。这个法案呢，我想对美中关系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在美国的国会对中国祭出多项法案之前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呢苏利文专程到北京一趟，那么访问当中从8月27号那么到8月29号。你知道吗？财讯双周刊今年50岁了，现在就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加入后你可以看到会员专属影片，还可以获得专属徽章与会员电子信。最重要的是，你的支持将帮助我们继续带来更优质的内容。赶快点击下方的加入按钮，成为财讯大家庭的一份子吧。苏利文此行呢，除了见到习近平之外呢，他也见了王毅，而比较特殊的，他见到了张又侠。他没有见国防部长，但是他见了军委那这个也告诉大家，在中国的高阶权力核心当中，这个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焦点。那苏利文访问中国之后呢，我们来看在这一次的在美国的国会中国州当中他表决了超过25项法案。这个法案呢，都是坚定的在对付中国。第一个，大家看到香港的经济贸易办事处的认证法，也就是说，过去美国不断的给香港在最惠国待遇相关的很多的优惠，但是呢，在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呢，香港未来的角色受到很大的冲击。看美国的众议院呢通过的法案，要求行政部门注销香港驻美经济办公室的特权。美国的国会议员认为，香港它的自治权已经遭到破坏，美方应该避免北京利用香港曾经的合法性渗透进入到美国的体系。那香港驻美的经贸办事处如果失去了这个角色的话呢，这个对香港未来的影响一定茲事体大。所以大家回头看一看，在反送中的抗争当中呢，香港有众多的人因为违反基本法23条，他成为通缉犯，很多人流亡国外，也包括大家很关心的黎智英先生呢，他被关在监牢当中已经超过3年半了。那香港在中国化之后呢，香港的地位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第一个大家值得关注的重点。第二个呢，是影响台湾非常大的，大家看到美国众议院呢通过了台湾冲突吓阻法，他警告，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他说一定要让北京侵台要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这个惨痛的代价大家也可以理解，在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呢，它可以对中国的在美国的高官在美国的资产会冻结。冻结当中大概有3个重点，是揭露中国高官的资产，第二个呢，切断冻结在美国的资产，第三个，遏阻中国侵略台湾。如果大家再细看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在俄罗斯侵入乌克兰之后呢，众多的俄罗斯的外汇被冻结，同时呢，俄罗斯的大亨的财产也被冻结。那中国呢，如果侵犯台湾，那这个很可能也是会面临相同的命运。那最近一直有人提到一个，如果中国经济崩溃或中国经济走下坡，到穷途末路的时候，会不会打台湾？我说这个没有人能够把握的给你肯定的答案，但是从这一轮的战争的形态，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有几个重大的变化。在这3年当中从俄罗斯来攻打乌克兰，它其实给大家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俄罗斯是大，乌克兰小，但是呢，未来的战争的形态呢，大未必大，而小未必小。理论上呢，俄罗斯跟乌克兰呢，它没有天然屏障，它是平原，坦克一开就过来了。但是呢，俄罗斯本来要3天要打垮乌克兰，但是呢，现在打了将近3年，这个到现在为止，乌克兰还进入到俄罗斯的境内，这样的一个情境大家难以想象。第二个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马斯来突击以色列，以色列用尽各种手段呢，要消灭哈马斯，但是哈马斯透过地道呢，到今天为止仍然对以色列带来很大的骚扰。以色列要完全剿灭哈马斯呢，看起来也有点困难。那么也包括最近的真主党，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哈马斯人很少，但是呢，他对比他大很多的以色列呢，同样以色列没有办法完全来剿灭
灭它。台海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从1949年台海发生过战争，这个古林头的战役，共军从厦门征调渔船，送了18000多个共军登陆到金门，但是口袋战术呢，它被剿灭了。这一次的战争当然也是确保台湾一个最重要一场战役。那现在大家如果想象得到，在古林头的战争呢，是2公里的这个海，现在如果再放大到160公里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台湾海峡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安全屏障。共军要渡海，我相信难度更高。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现在又有飞弹对飞弹，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所以大未必大，小未必小。还有一个呢，有人在说台湾很危险，我常在讲，这一次深圳的小学童的事件也提醒大家，台湾跟中国呢只有一个差别，我们只有主权的争议。台湾说我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中国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但是两岸没有非常深的历史仇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恩怨情仇，只有一个主权争议。但是大家想象到，中国跟日本有100年的恩仇。这一次日本的小学童被杀之后呢，我在网络上看中国的微信的很多留言都非常火辣的。所以我最近跟日本的朋友在讲，我说台湾危险呢，但是日本一定比台湾危险10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国际的争端我想这个是值得大家高度关注的。好，我们现在看第3条是生物安全法案。生物安全法案它点名中国5家公司，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这5家公司其实都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生物科技公司，包括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同时也包括华大基因跟底下的2家分公司加起来5家。这样的一个生物安全法案呢，它大概会牵制8年。那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呢，供应呢重新分配，台美市场会强化药品供应，这个是台湾一定要高度注意的。就是说，台湾如果在这个回合当中呢，加速创新跟研发，在美中角力当中给台湾取得最有利的位置。我们看到这一家是药明生物，在美国对中国的力道加大之后呢，药明生物从248块港币呢跌到10块1毛4，这个跌幅是很惨烈的。药明康德从216跌到27块半。那大家要注意的，中国现在的药明系呢是在中国非常有竞争力，它的实力呢不输南韩，但是它能够在很短时间呢能够创造这么强大的竞争力。台湾的生技业其实要高度的反省。台湾的生技产业在这些年，其实我看到有很多人热衷炒作股价，但是呢本业的竞争力呢还有待加强。我们也看到这是华大基因，也是在这次的制裁名单当中，它从261.99这一次股价跌到33，也都是出现非常巨大的下滑的跌势。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先来看到第4款，美国的国会呢，它通过禁止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运作。过去一段时间，大疆的无人机呢几乎载至全世界，它的竞争力呢所向无敌。现在的列入清单动作更加坚定，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思考，对台湾其实会带来一些助力，也就是在供应链呢，如果它在安全考量，台湾能够分一杯羹，我相信对台湾是有帮助的。那另外一项是限制外国人去购买美国的农地，那这个是大家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过去呢，中国人非常喜欢买美国的土地跟美国的房子，那现在很多州大概都已经立法禁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在众多法案当中除了前面几个大项之外呢，美国的众议院也通过禁止国土安全部来资助孔子学院跟中国有关的学校，那这个也是一个规范升高的一个动作。同时美国的印太司令警告北京不要在南中国海采取危险行动，这个其实在苏立文中国行当中，他已经强力告诫北京不要越雷池一步。所以双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美国对台湾的军售看起来规模又升级，所以这个也是在台美的发展的步调当中值得大家关注的因素。好，那除了美国的众议院之外呢，众议院如果这些条款都通过，那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假如参议院呢也同样表决通过，那美中一定会更加站在对立面。那最近包括四方会谈当中，拜登总统不断的强调中国继续表现咄咄逼人，那么美中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征战的深水区了。我们也看到在四方会谈当中的印度的莫迪跟这个日本的岸田文雄，也包括澳洲的总理，这个他们在参加四方会谈，其实他的对象都指向中国。那除了这个之外，那大家知道这个是艾
斯摩的曝光机，这个曝光机在全世界只有爱斯摩能够生产。它在过去很长时间呢，荷兰其实不敢对中国有任何言辞上的挑衅，但这一次呢，他主动在2758号呢决议文来回应这个中国曲解对2758号的决议。那我想这个对台湾呢会带来非常大的弹升的空间啊，大家也都可以了解，其实从1950年开始，中国开始积极要重返联合国，但是呢，都在美国的抵制当中啊没有得逞。但是后来非洲独立运动呢，中国开始拉拢非洲的朋友，那么后来他得到的票数越来越多了，所以到1971年，由阿尔巴尼亚跟阿尔及利亚呢同时提议排除中华民国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案子就是现在的2758号。台湾要重返联合国，现在看起来是机会很小。我们都可以了解，在蒋介石的时代呢，美国透过很多次大使，希望蒋介石能够继续留在联合国，保持两个中国。但是呢，蒋介石选择汉奸不两立，断然离开联合国，也是注定今天啊，台湾没有办法在国际舞台上能够享有一席之地啊，非常遗憾的一个政治的考量啊。我想这个是在从这一次呢，美国的众议院所延伸出来的。现在我相信在地缘政治当中啊，它开始产生一个剧烈的变化。9月27号呢，美国开始对中国输往美国的电动车呢，关税正式开征100%。那我想这是一个两国在贸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同时对太阳能电池模组呢，开征50%的关税。假如移动生产基地呢，也同样会追溯。那这个可以看出来，当美国跟中国进入到美中角力的深水区之后呢，未来的世界会呈现更大的惊涛骇浪的变化，值得大家高度拭目以待。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